我叫朱胜轩。20年前，我离开我的家乡云南保山，去了省城读书和工作。4年前，我从上海来了莫干山，在这里造了属于我自己的房子。17叫万山，其实因为在民宿的对面有一座很漂亮的山。27叫伊田，是因为隔壁有一块60亩的农地，每间民宿不超过15间房。其实我当时想在这里造一个房子，我就沿着整个大莫干山在找。村里面的书记带了我去了好多地方。其实这个地方是他们认为最不可能被我选中的地方，因为它非常偏僻。其实从百度地图上都找不到这个点。我选择这里的原因是因为后面有一座茶山，前面有一座竹山，山脚还有一条小溪。这个地方是我最想要的地方，因为它很干净和安静。原设其实是原来的那间房子，我想造一间原原本本最简单的房子。其实很多客人不喜欢原设的，没有电视机，甚至洗手台和这个所有的洁具都是非常简单的混凝土，没有吊顶，甚至很多人最不能理解的，连卫生间都没有隔断。但其实这是我乡村生活的记忆。我觉得乡村生活里面是没有遮拦的，因为这里是属于我自己最亲密的人，或者我认为你可以带最亲密的人来这里居住的。生活很简单，不需要太多的遮掩。其实在莫干山的生活是最有趣的，就是你来到这里，你的生活应该是放下的，你不需要再看电视。很多人住在我的万山店的时候跟我说，在这里什么东西最吸引你？我回答他说，我说你门口有一座山，山上能够包容着所有你想要的东西。现在冬天来了，你可以去农田里面采摘挖菜，可以带孩子上山去挖笋。我最喜欢的就是能够踩在农地上的那种感觉。最好来住我店的人是要去农田里面干活的人，但是可能这个没做到，因为现在的城市人离土地太远了。从05年到2009年，4年多的时间吧，然后在世博会里面做了很多项目，最后被世博局聘为了整个世博工程景观工程的总顾问。但是09年的5月份，然后就也是偶然体检的原因吧，查出来患了肝癌。世博开幕的时间是我在做手术和生病的时间。我在这个城市里面花了无数的心血和力气。我在世博会里面，我看着熙熙攘攘的人出来，各种各样的繁华的时候，我会觉得这跟我的生命没有关联了，想回去了。然后但是你又回不去，就是离家乡太远了。所以我其实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，莫干山是离上海最近的一个山脉。我特别想做的是它一个长出来的房子，它能够跟前面的那座山、农田、茶园能够完全融合成一体。它一部分是人设计出来的，另外一部分是它跟着环境慢慢的融合在一起的。灰色的外墙，很多人都会觉得，哎，好像它有一点点扎眼。我说，等下了雨，然后过一些时间，外面长满了青苔，它就会非常适合于这里了。原设有他的管家，有阿姨，有种地的伯伯和叔叔，是一个大家庭的原设。管家崔胜，他是专业的酒店公司，最后来到这里，我说，哎，这2年你变成了村夫一样的这样的感觉，他活得特别自在。客人似乎来到这里也没有把这里当作是消费，很多人来了1次、2次、3次、4次，有些人在这里求婚，然后最终在这里办周年庆。
我相信吸引大家的到了乡村里面来生活的，不是装饰的很漂亮的房子，房子之外的生活是最重要的。